老婆突然报复咋办？马上离婚，多犹豫1秒就是你输。穆青成为江城首富那天，我分走他大半家产，洒脱走人。他血红了双眼，掐着我脖子。欧阳哲，你真狠心！10年了，养肥的猪终于可以宰了，这快乐谁懂？我想我是第一个因为老婆有钱就想离婚的男人。原因无他，我发现穆青有出轨企图，距离真正犯错只有1步之遥。短暂的震惊伤心之后，我又释然了。其实从5年前他公司获得第一笔风投，越做越大起，我就预感到会有今天。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又何尝不是呢？穆青不会知道，那天他和宁川聊他出轨话题时，我就端着咖啡在书房门外。穆大美女，电视台的沈星不错啊，你怎么想的？穆青漫不经心地回，有点缠人啊。那你还送他玛莎拉蒂？有钱也不是这么使的吧？我手指一僵，心像悬中空撞。玛莎拉蒂？不愧是大手笔。然后听到穆青略带疲倦的声音，一辆车罢了。嗨，那我先替你稳着他吧，说不定你哪天就改主意了。随你。关于沈星的话题到此就结束，两人继续谈论合作项目，似乎只是女人闲暇喝个下午茶，说了点风花雪月罢了，不甚重要。那杯咖啡到底进了我的肚，让我一夜睁眼到天亮。而可笑的是，当年结婚，我们穷到没钱办酒席，穆青正在给我筹备一场盛大的婚礼。他一边对我心存愧疚，但也不影响他去讨好别的男人。哼，人心难测，钱海难堪，离婚必须离婚，还得赶快，迟则生变。跟何周律师约谈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那么巧，大厅悬挂的电视正播放着沈星主持的财经访谈节目。想来穆青就是在这个节目里与他结缘的。年轻阳光的男主持人，谈吐优雅，言语睿智，娓娓道来，在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富人面前也丝毫不露怯。何周是我老同学，早就混成知名离婚大绿了。见我一直盯着屏幕，便笑着问，欧阳哲，这沈星跟你有点像。我火气当时就上来了，口气很冲。哪里像？沈星是娘们唧唧小奶狗类型，我是纯爷们。何律师疑惑地眨了眨眼，只要是认识你的人都这么说。同学聚会大家还说起过呢。我眉心一紧，轻嗤了一声，那真是不幸。没心情谈沈星的话题，我直接跟他说我要跟穆青离婚。欧阳哲，你开玩笑吧？终于熬出头了，你要离婚？我是拿婚姻开玩笑的人。我翻了个白眼。我们那一帮同学见证了我当年是多么义无反顾的和公司即将破产的穆青结婚。不怪何周大惊小怪，他最穷最惨的时候你和他结婚，最富的时候你又离开他。欧阳哲，嫌你有个性啊。我慢悠悠地回道，何周，当年那个穷女人我能把握，现在江城女首富，你觉得我能吗？你打了那么多离婚官司，我以为你是最了解的，最了解人性的阴暗和丑陋的，不正是他们这些律师，尤其是离婚律师吗？何周哑口无言了很久，才咂舌试探地问，穆青，他出轨了，只差临门一脚，那你管管，现在就判他死刑，未免太狠心了吧？我哼笑，现在我不狠心，马上就换到他狠心了。何周，你告诉我，你经手的案子是凭爱意分得多，还是凭愧疚分得多？等新欢真的上位，能分多少还要看人家心意。我不可能做那个被动的人。何周被我噎住了。欧阳哲，你冷静的让我害怕。冷静？我的冷静是我用5年的时间沉淀出来的。除了沈星之外，穆青身边那个男秘书何成也对他虎视眈眈，已经记不清在哪一天，我去找穆青吃午餐时，透过卫官员的门缝看见何成给穆青拉裙子拉链，随后又细心从自己的饭盒包里拿出一份温热的醒酒汤。何成总是在他面前示好，他总是拒绝。可那天司机带回家的饭盒里，我做的那份醒酒汤还完好无损，甚至我亲手打的结都没动过一毫。长长的烟灰落在我指尖。何周也无比感慨地看着我，欧阳哲，我真该让我那些客户跟你来取经。我轻声按吸烟蒂，笑了笑说，没用的，他们不甘心，也狠不下心。不甘心的是把这么优秀的老婆让给别人，觉得自己能驾驭的了，是个例外。不到最后撕破脸皮，爱意全无的时候，他们也狠不下心。所以说，人不能太贪心，钱和人都要，那可是要血本无归的。我不一样，因为谁也做不到我这样，随时在婚姻里给自己筹谋后路。当然，婚要离，但在离之前，我必须要以穆青老公的身份好好的会一会沈星。晚间，餐桌上，我特意放了沈星的节目当背景，正是穆青那一期。他摸了摸脸，怎么，你也觉得我那天很美？他表现得毫无破绽，毫不心虚。我差点要以为玛莎拉蒂真的是一辆玩具车了。穆青，我看中了一辆车。他不以为意，哦，难得你也喜欢车了，哪一款？哪天我陪你一起去提。
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玛莎拉蒂 Levant。他笑容缓缓一收，随后略带审夺地看了我一眼。你不是喜欢路虎吗？我敲了敲桌，好，那就路虎吧，反正比玛莎拉蒂贵就可以了。没多久，我便和沈星狭路相逢，他的玛莎拉蒂撞上了我的路虎揽胜，我设计的，可惜他的车不经撞。沈星无助地站在车边，怨恨地盯着我的车头。两辆豪车相撞，引得周围水泄不通，交警第一时间赶到。沈先生，视频显示你违章掉头，是你全责。沈星心疼地看着被撞瘪的前门，两个车灯破碎，保险杠也弯曲了。你就不能让一让吗？我都做好了扣分的打算。现在好了，两个车都要去修理。他眼眶泛红，一副可怜唧唧样，先委屈上了。那理所当然的模样，让交警都愣了。旁边有个暴躁的男车主没忍住叫道：“你是平时被人让多了吧？可人家是路虎揽胜，怕你个毛啊！”解气，果然打败魔法的还是魔法。我看够了热闹，这才慢条斯理打开车门下来。沈星的指责扑面而来：“你在前面慢悠悠开什么马路？是商场吗？我想超车，你又不让，非拦着我是吗？”我赶时间，实在是没办法，才踩了一脚油门。他的话在见到我时戛然而止，脸色瞬间苍白。我便笑了笑，有这么好的车，还得赶时间上班赚钱，看来玛莎拉蒂也不能改变命运。沈星咬了咬牙，脸色铁青，一句话不说就重新上了车，对交警说道：“处理好了吧，我赔就是。”交警点头，赶紧指挥恢复交通。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冷笑了一声。我急着离婚，但没想到沈星比我更急，也有可能是不服气我撞他的车。隔几天就收到从宁川手机里传来的一个视频文件。四方麻将桌上，穆青挨在沈星的身边，挥手指点江山。沈星去了他一眼，撒娇地说：“姐姐，你说打哪一张呀？我手心都冒汗了。”穆青宠溺地看了他一眼，随意：“输了算我的。”桌上的几人便大声哄笑。沈星低头摸牌时，刘海时不时挡住眼睛。穆青体贴又自然地替他扶走挡住视线的刘海。好好发挥。我手指颤抖地狠狠按熄了手机，扔在床上。一种又酸又痛的感觉涌了上来，我站立不稳，血气直往上冲，双手紧紧扣着桌面，才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凡他出轨对象不是沈星，我可能还会好好成全他。视频收到没多久，明川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焦急地辩解：“哥，不好意思，视频撤不回来了，我真不是故意的，不是我发的，拜托，千万不要和穆青说。”我平淡地回道：“我知道不是你。”他大大松了口气：“你别多想，穆青对你的感情，你还不知道吗？那就是场面的应酬。我敢保证，我劈腿100次他都不会，所以你想拉他下水咯？”他不由得汗颜：“是，您一针见血，是我的不对。”我索然无味挂了电话。这个情长海后的话，我一句不信，但有一句他倒是没说谎。他再混，确实也不敢朝我手机里发那种视频。这种事情只有沈星那种有家教渊源、上行下效的人才会做得出来。宁川当初那一句“我替你稳着他”，不就证明他对沈星也动了心吗？不过是顾念着穆青没敢虎口夺食罢了。沈星能拿到他手机，想必不难。我打电话给何周：“怎么样？一份离婚协议，你出1周？”“拿，老同学了，这不是给你冷静冷静吗？明天不给我，我另找人。”“哎，行，是时候出手找穆青摊牌了。”进了总裁办，我直截了当提出要求：“季总，我想求你办一件事。”穆青手肘撑在办公桌上，十指交叉，略带审夺地看着我：“你是我老公，有什么事尽管开口。”我倾下身，扯出一抹没有温度的笑容：“那好，我想要一样东西。”“什么？”我一字一句地说道：“玛莎拉蒂 Levant 的钥匙。”他一愣，瞬间脸色几经变幻。我们对视了几秒，互不相让，最终他无奈地哄着我说：“欧阳，那不重要，没多少钱。”他满脸是我在无理取闹。你从不是这么小气的人。我懒得与他争辩：“穆总，可以要回来吗？”穆青的视线牢牢地盯着我，似乎是在猜躲我话语有几分真。我毫不示弱地盯着他，他咬了咬牙，又用手揉了揉眉心，最终还是回道：“可以，明天给你。”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不给穆青面子，但无所谓了，目的达到就成。多谢。我淡淡一笑，干脆利落地转身就走。手握住门把那一刻，身后传来穆青的声音：“欧阳，你是在吃醋吗？”我不置可否地回道：“你可以这么想。”我带上门的同时，屋内传来东西扫落在地的声音，然后是重拳捶在办公室上的，发出啪的一声巨响。门外秘书何成惊骇地看向我，我轻轻一笑，进了电梯。这样就好，一旦做下决定，又何必虚以威慑呢？拿到玛莎拉蒂
Levant 要是我又马不停蹄去了电视台，直接约出了沈星。楼下咖啡馆，沈星姗姗来迟，形容憔悴，被收回礼物的感觉不好受吧？沈先生，请坐。我抬了抬手，他的目光在接触到我咖啡杯旁边的车钥匙时，瞳孔狠狠一缩，随后一屁股不客气坐下来，对我嗤笑。欧阳先生是来向我炫耀吗？他拨弄了一下刘海，不服输地看向我。要是确实是季总朝我要回去的，可是像他那种地位的女人要回送出的礼物，当然会有更贵重的补偿。我淡淡地看着他，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然知道，但无所谓。而且欧阳先生这么做，让姐姐很没面子。我静静等他说完，然后将车钥匙缓缓推到他面前。他的面子在我这里不重要。沈先生，一辆玛莎拉蒂不值得我炫耀，我拿回来。只是想……我停顿了一下，他神色警惕地看着我。我轻笑出声，我只是想亲手送给你而已。他目光猛地直视向我。你什么意思？我慢条斯理地说道。你想要，我可以给，但你不能抢，懂吗？我的好弟弟。他瞬间脸色煞白，手里端着的咖啡溅洒了出来，他赶紧放下。我婉碧冷笑地看着他，此时的我像一只浑身炸毛的刺猬。没错，沈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截止今天，我们有20年没见面了，所以我们互相都假装不认识对方。其实听到沈星这个名字的第一感觉，我就知道是他。车祸现场，沈星当然也第一时间认出了我。他的目标是穆青，又怎么会不打听我的身份呢？只是还没正式上位，低调的选择不相认罢了。按照我对后妈的了解和家教，到时目的达成了。沈星再委屈巴巴地说一句：哥哥，对不起，我真不知道穆青是嫂子。我又怎么会如他的愿呢？离婚可以，让沈星闻到穆青的味，都是我欧阳哲无能。他想像江林当年对待我妈一样对付我，怎么可能？拜他们母子所赐，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永远别让人有打得你措手不及的机会。婚我会离，但你永远不可能是穆青丈夫，因为这是我离婚其中一个条件。我冷笑着看沈星的面容一寸寸雪白，继续嘲讽道：当然，你可以选择做地下情人，朝穆青要点零花钱，只不过这样江林会失望的吧？江林一直对你寄予厚望，一定希望你青出于蓝。区区情人，你们哪看得上？沈星的惊喜还没涌上，又被我狠狠打落深渊。他咬唇颤抖地问：哥哥，你就这么恨我吗？当年我也是无辜的。我冷眼旁观他演戏，随后他试图打感情牌。爸爸这些年对你也很愧疚，只是一直联系不上你。我妈和欧阳阿姨的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我无动于衷，冷笑地说：沈星，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我的人生，输一次就足够了。沈星脸色一变，大约想不到我这么油盐不进，于是也不再演戏。听穆青说，这几年你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主要是你不满意，他其实跟你在一起很累。没错，但你没机会了。我昂首挺胸，结束了这次面谈，提包就走。沈星在我身后吼道：哥哥，能让你离婚，我也不亏，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你顶多算是我离婚的一个导火索而已。我淡淡抛下一句，毫不恋战。回家后，我就跟穆青闹起了冷战。一，当然是因为气愤，他找谁不好，偏找了我后妈的儿子。二，要离婚了，总不能还演得恩恩爱爱的吧，我总得有个苗头。礼仪公司找我谈婚礼布置事宜，我直接把项目搁置，说有了新想法再找他们。过季的婚礼，谁爱要谁要。当天晚上我就做了噩梦，那时我还叫沈哲，3岁。沈星的母亲江玲是我爸的秘书，一心想飞跃枝头。那天他拿着一张 B 超单，挺着大肚直接冲进我家，说他怀的是个男孩，沈家的小少爷不能流落在外。他母凭子贵，态度嚣张。我妈虽然有我这个儿子，但一个常年在家相夫教子黄脸婆，哪里是一个职场老绿茶的对手？我爸拿着那张 B 超单如获至宝，不以为耻，反让江林别动了胎气，让我妈滚出去。我妈气得晕倒。最后是我奶奶出面主持公道，她可不像我爸随便可以糊弄，一边安抚江林，一边稳住我妈。娟儿，男人有了钱，哪个不在外面玩玩？那都是不要脸的贱人。你生了沈哲，谁也动摇不了你。有一说一，我奶奶当年对我这个大孙子还算不错。我妈被她说的有点心动，主要是自己这些年没有工作，为我爸为这个家奉献了所有。离婚她怕争取不到我的抚养权，可江林只安分了一阵，又来闹腾。后来我奶奶因病过世，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到处宣扬自己怀了我爸的孩子，死死勒住我爸的软肋。等她介入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开始怂恿我爸转移财产，说是为了他们的儿子着想，分给我妈，到时她还要嫁人，都成为别人家的了。我爸就这么被江林洗脑，最后强硬的离了婚。
结果是我妈净身出户，还带不走我，因为她没有收入来源，我理所当然被判给了沈家。3岁到8岁，整整5年，江林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我在那个家活得比佣人还不如。后来江林生下了沈星，身材走样，我爸又开始整日在外流连花丛，这更加让我的日子不好过了。江林把对我爸不满迁怒到我身上，动辄打骂不休，轻则罚我禁闭。因为这段童年家庭事故，我以为我一辈子不会结婚，直到遇到穆青。如今他沈星想复制上一辈的故事，问过我同意吗？我不会像我妈一样，最后落得一无所有的。穆青听说婚礼取消了，来找我问个究竟。我顺手拿出那份离婚协议，离婚吧。穆青噌地站起身，欧阳哲，你疯了。我冷静地看着他，你知道我没疯，这些年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吗？他胸口剧烈起伏，叉着腰在屋里来回转。为什么？因为沈星吗？你别无理取闹了，我知道他是我小叔子。我狠狠地把离婚协议甩到他脸上。你知道个屁，你要是知道就不该这么做。我吼出声，扭曲又颤抖。穆青，我怎么不知道？有了钱你就这么自以为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穆青脸上被纸张的边缘划出了道道血痕，他震惊地看了我半晌，似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良久，他走了过来，紧紧地抱住我。欧阳，我只想你和原生家庭和解，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该这么做，你就知道了。我强硬的盔甲在这一刻溃不成军，强烈的悲愤让我眼泪大颗滚落，无声砸落在他西服的肩枕上。穆青，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知道，5年前你就看了心理医生，我什么都知道。欧阳，穆青紧紧拽住我的肩膀，声音隐忍又沉痛。我喃喃，穆青，你凭什么？你经历过我的痛吗？你凭什么做我的救世主？那一家人，我恨不得他们去死，不止我是那一家人的受害者，你也是啊！你凭什么让我跟他们和解？他们配吗？穆青替我拭去眼泪。欧阳，相信我，我从来没有背叛你。送沈星车是因为宁川想追他，你知道他有多花心？他到底是你弟弟？我狠狠地推开他。他是不是只把沈星当小叔子？我不想深究，但沈星想上位的心昭然若揭。不重要了，穆青，签字吧。结婚时我们一起说过，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这段关系让任何一方觉得不舒服了，都要放对方离开。欧阳他无奈地喊。我厌倦地说道，我知道公司现在是关键阶段，我们不做分割，我只要股份就好。另外，穆总的丈夫不能是沈星，这就是我全部的条件。欧阳哲，你觉得你这样公平吗？穆青一把甩开离婚协议书，逼近我，血红着双眼，狠狠掐住我的脖子，推上墙面。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心狠地对我？穆青，我不想考验人性，以后你会感谢我的。他看了我半晌，头深深埋进我的胸膛，如小兽一般低声问，欧阳，非要如此吗？请穆总成全。我说。他狠狠地瞪着我，我冷静地与他对峙。随即穆青一把甩开我，转身刷刷几笔签上了字，不再看我。你真的好样的，欧阳哲。办完手续那天，我去我妈家吃饭。自从8岁那年，他有了谋生手段，把我争取到身边，我们就一直相依为命。为了我，他没有再婚。见我一个人上门，他还嗔怪怎么没带穆青一起来。我预感要是直接说了离婚，这顿饭可能没办法好好吃，便只说穆青有应酬。我妈点点头，叮嘱我们赶紧要个孩子。她紧紧揪住我的手，苦口婆心，欧阳，是不是穆青要避孕的？以前说要孩子不是时候，现在他可不能找理由了吧？看着我妈患得患失、诚惶诚恐的模样，我恍惚觉得，如果继续我和穆青的婚姻，我大概也会变成我妈这样，没有安全感，慌不择路，只想赶紧找个孩子当浮木。我淡淡的回，没有谁说不要，也没有谁说要，顺其自然吧。认真想想，结婚这么多年，我和穆青只谈过一次孩子的问题，仅有的一次，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他隐忍地抱住我。欧阳，我保证过要做你最完美的妻子。现在我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算生了也没时间照顾，只能扔给你来带，我不忍心给你增加负担。我想了想，理解的点头。那时他还清嫩，看着我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要是我创业失败，起码你还有的选。我听了气死，揪着他耳朵就骂，好啊，穆青，是谁说不离不弃？白头到老的啊，失败，你现在不就是在谷底吗？不如我再选一次。他马上举手讨饶，别，欧阳，我错了。然后又深情地吻住我。总之，我的意思你知道，什么都行，你受委屈就不行。我又哭又笑地抱住他，不委屈，我不做糟糠夫，你以后功成名就了，我也不委屈。他便煞有其事地点头，不愧是我挑中的男人。可他终究还是让我受委屈了。5年前，
让我第一次动了离婚念头的是穆青的合伙人陈女士。那时他们的公司刚有起色，获得了一笔大的风投，不亚于九穷乍富。陈女士率先蠢蠢欲动，在外面包了小情人，迫不及待要分出股份，便现过逍遥日子。因为两家合伙，我和陈女士的丈夫徐先生关系十分融洽。创业那几年，徐先生见我没在公司任职，反而在电台主持一些娱乐休闲的节目，还笑着调侃我：欧阳老弟，真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你们公司正需要人手呢。我拒绝了，我老婆雷厉风行，我不给她添乱就好了。你就不怕到时公司发展好了，穆青不念你的好？他劝我在公司做大之前多点存在感，将来男主人的位置我也坐得稳。我满不在乎地说，他穷我不嫌弃，将来他富我也不会卑微。我确实安之若素，幼年时的经历让我非常反感奉献牺牲人设，任劳任怨，最后一无所有。我对婚姻早早就没有信任，要不是因为穆青，我想我一辈子不会结婚。况且我又道，我不给他压力，不念叨他，不需要他生孩子，任他翱翔，不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吗？响鼓不用重锤，穆青从不是需要男人助力才能成功的女人。徐先生对我无奈的摇头，用过来人的语气说，欧阳老弟啊，你太年轻，还不太懂事，以后就会知道了。我淡笑不语，只知道在婚姻里，除了自己，没有谁可以给你安全感。我只想将来离婚时，自己的委屈不平可以少一点。这些都是江玲和我母亲的事迹给我的血的教训。其实那时我还没有动离婚的念头，直到陈女士包养小情人的事闹得人尽皆知。陈女士和徐先生昔日这对同甘共苦的夫妻对簿公堂，陈女士的小情人也和江玲一样，不舍得陈女士分财产，两人背地里早就防着徐先生。先是陈女士彻骨变现，随后创业失败，穆青当时被陈女士求着去当收客，她也很是无奈，告诉我陈女士这是在转移婚内财产。徐先生到底反应的还是太慢了。其实陈女士的出轨早就有了预兆，只是徐先生忙着公司里的事，风风火火的，忘了女人视死如虎。宣判那天，我和穆青也去了。徐先生在庭上撕心裂肺的控诉，他为妻子牺牲了多少，骂他是白眼狼，心狠。可惜无济于事，这些话并不是呈堂证据，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优势。任凭他再努力，不爱他的女人也只给他在指缝中漏了一丁点打发。庭审结束后，他憔悴万分来跟我告别，他无颜面对我，谢老弟，别像我，趁他还爱你时早点脱身，别等愧疚都没了，只剩算计。他拿着那份薄薄的财产，自此再没出现在江城，而那合伙人和帅气的小奶狗组成家庭，美哉悠哉。那段时间我闷闷不乐，整个人都消沉了下去。穆青抽出空带我出国旅游，在飞机上我们促膝长谈。欧阳，其实我们早就知道陈总的心不在徐先生身上了，不是吗？所以你觉得陈总这么做是应该的？我问。穆青疲惫的按了按眉心，欧阳，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感情的事我们无法评判，陈总的财产转移都是合法的。那时我就知道穆青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精明纯粹的商人。欧阳，你在担心什么？怕我跟陈总一样？下飞机前他开玩笑似的掐我的脸颊，我顺势就问，是啊，怕你不爱我了，一分钱都不给我。他紧紧依偎在我怀里，哑声笑道，不会的老公，是不会不爱我，还是不会一分钱不给我？我没问，只是赌气说了一句，那好，以后我要在你最爱我的时候离开你，你的爱和钱我都带走。穆青宠溺地看着我，好，都给你，所以别再不开心了好不好？好啊，我扬声笑道。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将来真有这么一天，我要做先转身的那个人。我也终于做到了。等我回忆完这一段，饭也吃完了，我准备向我妈坦白我离婚了。我妈一边起身收拾碗筷，一边对我恨铁不成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是赶紧生个孩子要紧。妈，当年那个人飞黄腾达了，你就算生了我也没捞到半分好处吧？我妈瞬间脸色惨白，嘴唇颤抖。我手指轻颤，我轻声道，妈，对不起。她定定看了我半晌，抹了抹眼泪，是我对不起你，总之你心里有数就好。我有数，比谁都有数。妈，我离婚了，不用再担心这些。我拿出了离婚证。我妈震惊地看着我，抢过去翻开，身体晃了晃，指着我说，欧阳哲，你是想逼死我吗？离婚，你真是了不得啊，穆青宠你，你就无法无天了。我痴痴地笑，妈，等他不宠我了，我就来不及了。我妈捶胸顿足，哀嚎了一声。我自顾开了一瓶酒，你哭什么？我比你运气好，他分了我大半家产。所以呢，你满意了？我点点头，我很满意。何周也很满意，我这桩离婚官司已经成为他的经典案例了。相信等明天报道一出来，他
他的身价也会暴涨。我妈一脸惋惜地盯着我，你们真的不能重新开始了？我知道，她一直很喜欢木青这个儿媳妇，可她根本不能理解，一个站在顶峰的女人，眼中是看不到身边人的。妈，你知道吗？离婚后，我睡眠都好了。我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泪流满面，紧紧抱住我。欧阳，是妈当年没用，让你不敢相信婚姻了。我笑着调侃，妈，跟那些没关系，只是这几年富裕的日子，我看得太多了。要不就是有钱太太找小情人，像徐先生一样落得凄惨的下场，要不就是两人心照不宣的各玩各的，互相看不顺眼，同床异梦，没有其他下场。我妈哭着心疼地抱住我，欧阳，木青不是那样的人，你就不能相信他吗？我摇了摇头，妈，你以为江城首富就是木青的终点吗？不是，我比谁都看好木青的才华和能力魄力，他的未来耀眼到我根本不敢睁开眼。幼年的事对我是有影响，但我却是感激我妈的。就因为她的悲剧，我一直在感情里保护自己，从来不会付出全部，不会让自己有机会成为糟糠夫。结婚10年，我在木青这儿没受过委屈，没吃过苦，现在光是这大把的股份可以让我逍遥过一辈子，没有什么比钱更有安全感的。从此不用再披系总老公的皮，我洒脱地收拾行囊去了国外旅游，在蔚蓝的海边晒着阳光浴。不巧那个渣爹竟然给我打来电话，欧阳哲，你离婚了，要不要来爸的公司？爸老了，公司终归还是你们兄弟的。我嘲讽地笑了一声，沈老，你是不是过糊涂了？沈家不是早就落魄了吗？不然某人也不会死乞白赖要了一辆玛莎拉蒂就欣喜若狂。电话对话传来剧烈的咳嗽，随后是江玲接过电话。欧阳哲，你别得意，早晚我儿子会拿下木青，她会嫁给沈星的。江玲，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恬不知耻。沈老的呵斥声传来，上不面得台的女人，滚出去！两兄弟争一个女人，你要不要脸？沈星和谁结婚也不会和木青结婚。老头子，你疯了吧？你知不知道木青是谁？要不是他帮衬，你这破公司早就破产了。我管他是谁，这种见异思迁的女人配不上我的儿子。哼，你现在清高了，当年我冷笑了一声，挂了电话。好一出狗咬狗，沈老盼了小三这么久的儿子，结果也去当小三，现在反而想到我这个儿子了。转头我就把这一家子极品抛之脑后。我玩得乐不思蜀的时候，我妈给我打来电话，儿子，姓沈的寄了些文件过来，好像是一些财产转让的资料。哦，他要死了吗？我妈叹了口气，可能是老了，愧疚了吧。我轻嗤了一声，你告诉他，我的离婚赔偿金他一辈子都赚不上，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对原配抠搜。我妈嗫嚅地说，确实，他对木青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要挂电话，我妈又道，对了，木青天天来家里吃饭，有应酬不来还会让人通知我。我淡淡哦了一声，比你们结婚时来的还勤，外面也没什么绯闻。我烦躁地说，妈，这些事不用跟我说，以后你可以不用接待他。后来怕再接到这些电话，干脆关了手机。回国后，好兄弟温凯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喊我务必要给他个面子。没办法，我只好无奈前往。同学聚会永远不缺八卦是非。我和何周到场时，在门外便听到陈飞的大嗓门，我就知道木青和欧阳哲会离婚，有钱了哪个不变坏？欧阳哲现在肯定后悔死了吧，吃了几年穷也没落到好，要是当年选择徐婉婉多好。有同学调侃笑话他，陈飞，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最近报道你没看吗？木青的离婚案成了国内富豪分手费排行榜第1，就是他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钱的。还有你别忘了，徐婉婉还没结婚呢。陈飞不服气，肯定是木青做了对不起他的事，让欧阳哲抓到了把柄。看着拿了大把分手费，其实暗地里不知道哭成什么样了。那人家也是坐在宝马里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陈飞你就别操这闲心了。我在门外听了一阵，对何周似笑非笑。同学聚会真有意思。何周尴尬一笑，进去吧，不就陈飞一个人咋咋呼呼吗？10周年同学聚会可不容易齐，你就勉为其难当个粘合剂吧。果真，做了律师就是会说话。没有我的影响力和出名，人数的确怕不会来得这么齐。我倒是真不知道，我的离婚竟然还上了新闻报道。温凯急匆匆而来，在后面拍了我一巴掌，干嘛呢？不进去！屋内顿时鸦雀无声。随后陆续有人站起身来迎接我们。陈飞咬唇站在最后面。温凯是班长，也是这次组织人。他拍了拍巴掌，老同学们，今晚消费咱们都按最高规格的来，谁最有钱谁买单。说完，他搭上我的肩膀，意有所指地看着我。掌声、吆喝声雷动，场面瞬间热闹起来。我无奈地笑笑，乐意之至，大家随意。何周和我击了一掌，欧阳哲好样的，咱们都别辜负了啊。席至半途，温凯略有醉意地说，
本来想搞个校友会，能来多少来多少，后来想想算了。我垂下眉眼，淡淡一笑。本来我和穆青不离婚，确实是可以办一个校友会的。穆青和徐婉婉弟我们二姐是师妹，到底是不适合聚到一起的。有位男同学向我敬酒，一脸的羡慕佩服。咱们班我最服的就是欧阳哲，季家破产的时候娶了穆青，他成为女首富的时候又离开他，这魄力谁比得上？众人哈哈笑着拍起掌来，说得真好，真洒脱，还是欧阳哲有个性。陈飞也向我举杯，我却兴致淡淡，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温凯看我脸色阴沉，拍桌齐打着圆场：老同学们，这是同学会，不是欧阳哲的人生批判会。来来，一个个说说这10年大家都咋过的。何周也起身吆喝，可不能让欧阳哲一个人出风头。至此，整个同学聚会的节奏才走向正轨，场面热烈，我也喝得满脸通红。快结束时，服务员敲门带了一个人进来。温凯，你不够意思，在江城不喊我，这东道主非我不可了。穆青满面春风地走进来，温凯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无辜。穆大美女，您日理万机，我这不是怕你没时间吗？同学们皆痴痴笑了起来。穆青泰然自若地坐下，自嘲地说：没办法，再没时间也得抽时间，不然老公真的不要我了。众人视线齐刷刷看向我，我无语至极。听他这话的意思，还想继续纠缠我，可离婚协议都签了，他总不能不认账吧？温凯也看出我的难堪，调转话题问我：欧阳哲，你现在这么有钱，以后准备找啥样的女朋友？我摸着下巴想了想，最大的可能是找个性感御姐吧。穆青的脸顿时就黑了。晚上，我在许婉婉的心理咨询室里，她也问了这个问题：欧阳哲，你未来还长，有没有想象过你将来另一半是什么样？我歪头想了想，大约是像年轻的穆青吧。徐婉婉摸摸鼻子苦笑，你还真是懂得打击我。我拍了拍她的手，直言道：婉婉，这是我的真心话，你知道的。我欧阳哲这一生能爱上穆青，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勇气了。做了我5年的心理医生，徐婉婉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虽然在心理疾病上医患不能在一起，但我要把他对的想法都连根剔除。他长吁了口气，起身，走吧，我送你回去。走到1楼停车场，我顿步：婉婉，你该继续走下去了。我不是他能等得起的人。10年前我拒绝他的表白，就这么跟他说过。徐婉婉双手垂下，在夜色中深深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直到一束车灯蓦然打到我们身上。砰的一声，穆青关门，大步朝我们走来。欧阳哲，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他的嗓音在夜色中像染上霜。穆青咬牙，一把扯过我往身后拉，接着他一巴掌就招呼上许婉婉的脸。许婉婉闷哼了一声，身形踉跄了一下。我忙上前拉住穆青，喝道：穆青，你干什么？你怎么打人？我深深为刚才自己的行为后悔。我是真没想到穆青会动手。穆青胸口起伏，拉着我冷冷地瞪着徐婉婉，他该打你。我气得握拳，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却听穆青又道：徐婉婉，耍我好玩吗？徐婉婉捂着脸哼笑了一声，肩膀都抽动了起来。我是有耍弄你的成分，可我也告诫过你吧，这招轻易不要用，不是谁都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我慢慢冷静下来，目光在2个对峙的女人中徘徊。穆青是什么时候和徐婉婉联系上的？徐婉婉耍弄了穆青什么？穆青拉着我到了江边，他撩了撩被风吹乱的头发，柔柔地看了我一眼，语调轻轻的：徐婉婉告诉我你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她说只要你和原生家庭和解，才会彻底相信我，相信我们这段婚姻。正好当时沈星的节目想邀请我，我就想说试着接触一下，刚好当时宁川想追他，我也担心他就是玩一下你弟弟，所以才假装和他关系暧昧。可现在我才知道是徐婉婉骗了我，你根本不可能原谅他们，我这样做只是把你推得更远了。原来这就是沈星整件事的始末。穆青也早就知道我们婚姻中存在的问题。欧阳哲，他们不重要，我只想和你好好的过下去，你懂吗？看着穆青懊恼悔不当初的模样，我有些想笑。徐婉婉有一张好嘴，这确实是他能说出来的话。这不，精明的穆青也成功被他洗脑。但是知道真相又怎么样呢？我仍不后悔离婚。我冷声道：穆青，感谢你和我说这些，可在未来我们不会是同路人。穆青满脸震惊，甚至气急败坏，他狠狠拉住我的胳膊。欧阳哲，是我解释的还不够清楚吗？我把沈星喊来对峙，他嗓音哽咽了一瞬，还是嫌我太有钱是吗？我去申请破产，你别闹了。我喝道：我赌不起穆青，我不是不信你，我是不相信人性，你懂不懂？穆青未来那条用金钱铺就的路，前面早有许多血淋淋的教训和例子。赌王和李嘉诚的原配，谁得了善终？就连自己的子女也下场凄凉。
反倒后来居上的2房、3房、4房过得风光。但我没必要去跟穆青争论这些，在他看来，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事。可我也坚守独自潇洒自保的座右铭。我深深吸了口气，对穆青说：“现在我真的很开心，请你放过我。”穆青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身体微颤：“欧阳哲，跟我复合就让你这么痛苦？”我坦然地看向他，这5年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穆青哑口无言。最终我们不欢而散。我不是没看到穆青脸上的失望，他定以为解释清楚了就没事了。可是我不想再用婚姻委屈自己了。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了，但我忽略了穆青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见我这边没有进展，他开始攻略我妈。我妈先是频繁到我公寓给我做饭，当起了穆青的说客，这是生怕我空闲去找性感御姐。终于我忍不住了，头痛地问妈：“你最近是不是太活跃过头了？”她瞪大眼呀了一声，不好意思地说：“穆青，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变年轻了？”穆青给我办了美容卡和健身卡，还给我报了很多兴趣班，太有意思了。所以这是眼界宽了，心也宽了。从前比我还患得患失，天天念叨着生个孩子巩固婚姻，现在这么积极向上。穆青的手段的确很不一般。我起身出门，约了何周吃饭，躲一躲清闲。听了我的诉哭，何周一针见血地说道：“季总这是想让你妈带动你积极一点，用心良苦啊。”欧阳哲，你真的不心动？他眼里闪着八卦的光。我毫不犹豫地摇头，直言道：“完全没有，就是很苦恼。婚姻不管怎么结束，似乎都没办法完美。要不两人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要么像我和穆青这样，在爱里及时止损。但总有一方不会甘心。所以我思前想后，给穆青打了个电话，尽量以他的思维试图说服他。穆青，如果把我们复婚当成一个大项目投资，我想告诉你，在我这儿，你的风险评估没有通过，我不想投入去冒险。”穆青大约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在电流里沉默了一阵。欧阳哲，你非要这么定义我们的感情吗？你就不能相信我一回？穆青，我不看好这个项目，不代表它不会成功，但我愿意为我现在的决定买单。我冷静地说道。我和穆青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在我真正迈出离婚那一步后，我比谁都深刻认知这一点。穆青冷嗤了一声：“欧阳哲，我感受到你为了说服我放手是多么殚精竭虑。对此，我无话可说。”最后挂电话时，我道：“离婚，你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和尊重，现在我不会阻止你做什么，但穆青，我希望你早点释怀。”我妈倚在门边，悲伤又无奈：“欧阳哲，你这么理智绝情，是一点不给他希望啊。”我淡淡的说道：“也许我当初就不该结婚，没有早一点明白，其实我根本就担负不起婚姻的重担。”穆青再次上了沈星的节目，跟上次一身精英打扮不同，她清瘦了很多，穿着一条性感的修身长裙。温凯给我打来电话调侃我：“欧阳哲，穆青身材挺好的啊，以前老穿西装不觉得，她不会真的怕你看上性感御姐吧？”我不置可否。穆青追求前夫在江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现在就看我们谁先败下阵来。其实准确的说，是穆青飞与我扛上。沈星的采访反而没上次的放松，而是有些拘谨。季总最近的打扮很有女人味啊。穆青清冷又自嘲地说：“没有，就是穿给某人看看，我身材其实也不差。”沈星肉眼可见的强颜欢笑起来，试探地问：“那得恭喜季总有了新恋情。”“借你吉言。”穆青淡淡地说道。这惜字如金，淡漠的态度几次让沈星差点圆不了场。我妈都戴上老花镜，认真看了起来。末了问我：“穆青不会是特意上节目帮你出气的吧？”我翻了个白眼：“妈，你不是要保养，赶紧睡你的美容觉吧。”妈起身伸了伸懒腰：“哎呀，姥姥，你们年轻人的一套，我是看不懂了。”临进门前，我走上前，认真地看着我妈：“谢谢你，妈，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开心。”我由衷地说。妈拍了拍我的肩膀：“欧阳，妈也该为自己而活了，改天让你见个叔叔。”我瞬间惊喜：“真的？”我妈难得有些害羞，认识有段时间了，在健身房认识的，一直不敢和你说呢，怎么会有巴不得呢？我真心替她高兴。临睡前，她到底还是没忍住：“欧阳，妈已经重新开始了，不怕未来，你也给穆青个机会好不好？”我深深吸了口气，无奈地说：“妈，你真不用愧疚。小时候的事，如果真的对我有影响，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已经成为了正向的影响，不是我负面的压力了。你相信我，我真的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开心，开心到我根本不想有第二个选择。”江城女首富穆青离婚天价分手费的热点还没过去，她高调表白前夫的新闻又闹得轰轰烈烈，就连温凯也在脱口秀的节目中大肆调侃我们。天哪，这江城是只有欧阳哲这一个男人了吗？让人啼笑皆非。
那天做完节目从台里出来，何成在停车场等我。我摇下车窗，他恭敬朝我递过来一份文件。谢先生，这是公司新一期的供应商名录竞标大会，季总希望您来参加主持。我接过来翻了翻，毫不意外在名单里看到星河食品这4个字。我爸沈星河经营了数十年的小食品公司，曾一度让他风光无限，抛妻弃子。呵呵，有朝一日竟然要到我手底下讨口饭吃，不得不说，我心中有些五味杂陈。何成在一旁补充道：“欧阳先生，请不用担心，这次大会由采购部的梅经理全力协助你。”我点头，收下穆青这份好意。只要他不提复婚，我也说到做到，绝不阻止他做任何事。何况沈家我确实想会一会。我把文件夹随手扔到副驾，看向何成和秘书，最近容光焕发，可是好事临近。何成有些羞赧看向我，随后不太好意思从包里掏出一张请帖。下个月我要结婚了，请谢先生赏光。我定定看了他半晌，何成在我的目光下鼻尖隐隐冒汗，头都没抬。谢先生，以前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见谅。他低声说。我哼笑了一声，不置可否。我不是圣人，曾经的何成确实让我不快过，我没必要委屈自己。只是这张请帖才是何成真正的目的吧？请我参加公司大会，哪需要一个总裁秘书苦巴巴在停车场里候我呢？穆青似乎一下子精明了，把以前让我不快的人和事，通通给我一个交代。我不是不感动，但也仅此而已。作为公司2大股东，我们能消除隔阂，也是公司之幸。供应商名录大会上，我稳坐主席位。就算不因为穆青，我有公司1半的股权，做得名正言顺。沈家一家3口全部到场。正如江林那天在电话里说的，没有穆青，星河食品早就破产了。大会一结束，沈家就约我吃饭。我刚落座，穆青后脚跟来，坐在我旁边，低声问：“欧阳，会议顺利吗？”我今天太忙，还没顾上，全然不顾沈家3人站起来想和他打招呼，那满脸尴尬的模样。我隐忍着笑意，还好，玩得很开心。沈星握拳低咳了一声，不自在地坐下。江林沈星气的脸色扭曲：“欧阳，穆总，你们都离婚了，感情还这么好啊？”江林到底沉不住气，摆出一副长辈的口吻。我懒得回。穆青看了他一眼，有劳关心，我们离着玩的。我则冷笑了一声：“我们是原配，离了也体面，不像有些人小三上位，就算结婚也是一对怨偶，连生出来的孩子都懂得上行下效。”江林被我们气得五官扭曲，嘴唇哆嗦。他疼得站起身，朝我们指来：“穆青、欧阳哲，你们。”穆青脸色转冷。沈星赶紧站起来，端起一杯酒：“嫂子，这1年来感谢您对我家公司的支持，今后我们也会出更多新品的。”穆青撑着下巴，漫不经心地说：“穆氏选品一向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沈先生对自己产品很有信心，这很好。星河食品濒临破产边缘，哪有什么信心？不然沈星也不会富家少爷不做，千里迢迢来江城做一个地方台的节目主持。”沈星脸色青白交错，无助地看向我：“哥，公司也有你的份。”你。沈星河马上附和道：“欧阳，你弟弟说的对，什么时候你有空来公司把转让手续办一办？”我淡淡一笑：“沈老先生，不需要。算计一场，您还是留给您儿子吧。”沈星河被我气得剧烈咳嗽起来。江林怒目圆瞪，尖声叫骂：“欧阳哲老头子说公司给你1半我都不说什么了，你倒还拿捏上了，你为公司做出过什么？”我冷声道：“所以你让沈星来勾搭穆青，一来保全公司，二来顺便做上穆总丈夫，好个一举两得。”沈星着急辩解：“哥，你误会了，你道什么歉？他分明是故意让穆青给你下套，等你上钩了，就把你甩到一边。江林还真是几十年如一日，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有理没理，先闹3分。这顶帽子扣得可真妙啊！要是不知情的外人，还真会觉得是穆青始乱终弃，我们联手陷害沈星一个小男生呢。”我还没说话，穆青率先拍桌起：“沈太太慎言，这是要逼我把沈星向我求助的短信拿到电视台，让大家一辨真相吗？”穆青甩出了手机，不再给沈星留面子。“你被顾宁纠缠，又害怕得罪他。那天打麻将，是你让我配合在宁川面前演一出戏。沈先生，这些记忆都被狗吃了吗？”我若有所思地看向沈星：“真不简单啊，步步为营，步步算计。其实我到今天都没问过那段麻将视频的来由，原来也是沈星一手自导自演。”我冷笑几声，怕得罪宁川是假，借此和穆青有暧昧，让我们离婚才是真把沈星。沈星脸都气红了，手足无措，却还是抱有一丝奢望看向穆青，可见是有多不甘心失败。穆青朝我道：“欧阳，我当时昏了头了，其实他只要说一句是你弟弟，宁川有800个胆子也不敢对他怎么样。”江林被对得哑口无言，一张老脸至此被踩得稀巴烂。沈星河更是颜面无存，脸涨成了猪肝色，指着江林母女怒骂：“
你个贱妇，自己上不了台面就算了，还教坏儿子。你还没说完就两眼翻白，直挺挺往后倒。江林二人赶紧上前去扶住，场面顿时混乱不堪。我好心叫了120，和穆青一起走出去，没有开车，只是在马路上闲逛。走了很久，我心绪终于平复，这才问穆青：怎么不想我和原生家庭和解了？穆青无奈地看着我，宠溺道：不了，我算是看清楚了，这家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不配。欧阳，对不起。我与穆青仍没有复婚的意向，我自己简直活得洒脱。穆青也越来越安之若素。有人嘲笑穆青这么久没有与我修成正果，当心一辈子给我打工。他回道：甘之若饴。